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梁浩天推開門走進了屋，一起帶進來的寒氣讓門上的玻璃瞬間蒙上一層白霧，但又隨着门被關上漸漸消失。他的身體瞬間被溫暖包裹，他邊脫去外套邊轉身望向外面，目光落在寒冷冬夜裡那兩個糾結的背影上。他注視着他們，思考着什麼，眉頭微蹙。兒子，你想什麼呢？大過年的愁成這樣。梁母走過來，順着他的目光往外看。没想什麼。梁浩天欲言又止。給你介紹女朋友你不要，給齊遠介紹他也不肯。你們這年紀都不小了，怎麼一點都不着急呢？社會大環境在變化，不談戀愛，不結婚，不生孩子。現在的年輕人比浩天這代更有自己的想法。是啊，時代是真的变嘍。以前結婚是一種必然，現在倒變成一種選擇了。選擇多了是好事，但人容易迷茫，這不就跟咱兒子似的。哎呀，你們倆怎麼又扯到這個話題上來了？梁浩天無奈地笑笑。我一個人過得挺好的，不行嗎？一定要跟大環境扯上關係。看看你們兒子我，容光煥發，孔武有力的。我要是隨便找個人結婚，萬一對你們不好，到時候受罪的可就是你們倆了。我兒子的眼光不会这麼差吧？說白了就是自己不想找。算了，每次說你都有這一堆歪理，說什麼都是白費口舌。媽！梁浩天還想再爭辯點什麼，可兜裡的手機忽然震動起來，清脆的鈴聲打斷了談話。他掏出手機掃了一眼屏幕，隨即五官舒展，動作利索地跑上了樓。你跑什麼呀？都這麼大人了，做事情還總是這麼冒冒失失的。梁爸抱怨着。梁浩天回到房間後就反手鎖上了门。喂，新年快樂，浩天。新年快樂！刚才不是發短信拜過年了嗎？梁浩天靠在門板上，壓低了聲音。是，但還是想親耳聽聽你的聲音。你在幹嘛呢？沒什麼特別的，就是吃年夜飯，看看春晚唄。不過今天齊遠和唐玉成來我們家過年了。唐玉成是你經常提起的喜歡白教授的侄子？對，就是他。你對他有印象吧？你們見過的。是嗎？人沒什麼印象，但是你總提，我倒是有幾分好奇。白教授看上去有些禁欲啊，他會對小年輕感興趣。你一提這個我就來氣，你是沒看見他們倆在一起的樣子，那小眼神啊，那舉止投足啊，明明就是喜歡對方。他們倆之間的那層窗戶紙，我想給他們捅破了，而他們倆的關係像麻花，我想給他捋直了。我不建議你摻和進去，你跟白教授的關係再近，也不能替他做決定。他們倆的事，還是讓他們倆自己處理。你如果擅自介入，說不定起到反效果，弄巧成拙。你怎麼這麼討厭呢？理性的話都被你說了，但是要忍住，真的很難。你可以的。梁浩天不說話了。你別不說話啊！我想聽你說話，我想你了。真想我了？那肯定的，不想你，我能想誰？那誰知道呢？梁浩天心裡樂開了花，但嘴上就是得給他挑挑刺。跟你在一起之前，我就覺得你是情場老手，果然哄人的本事一套一套的。你的回答說明我確實哄到你了，不是嗎？不光被你哄到了，都被你騙到床上去了，天天被你蹂躪。梁浩天語氣故意變得甜膩，帶着幾分有恃無恐的挑逗。話筒那頭，林輝的呼吸聲瞬間沉了幾分。我可沒騙你，別胡說，我可是靠真本事把你收入身下的。切！梁浩天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行了，別貧了，說說你在你爸媽家過得怎麼樣？自從我跟我家裡出櫃，我爸就沒給過我好臉色，今年也不例外。你說我這年能怎麼過？就這麼尷尬的過唄。反正年一過完，我就回 S 市，還他老人家清靜。那你回來，我就去找你。你也想我了吧？這麼迫不及待的要見到我？想了。再說一遍。想你了。林輝的呼吸聲變得愈發粗重了起來。告訴我，你現在穿的什麼衣服？你想幹嘛？現在可不行，我爸媽都在樓下，齊遠和玉成也都在呢。那你就別撩我。我不，我就想撩你，讓你聽得見吃不着。反正你現在人不在 S 市，能把我怎麼樣？忍着吧，你可以的，讓你也感受一下這種難受。你等着，等我回去，非要好好收拾你一頓不可。你來呀，來呀！快點，跟我說說你穿了什么。算了，直接拍張照片發過來，要把衣服撩起來拍。
拍就拍，要求還真多，你等着。梁浩天撩起衣服自拍了一張发了过去。漏到这儿，再往上点儿。年后，白启远开着车送唐玉成来到三中门口，已经叮嘱了无数遍的话，白启远还是忍不住重複着，好像再多說一遍，对方就能听进去似的。学習是第一位的，趕快收收心。唐玉成沒有表現出任何不耐煩，他只是專注地盯着白啟遠那張唇紅齒白的嘴，看他一張一合，那優美的唇線、唇肉質感柔軟，他慶幸自己體會過。對他來說，從那兒傳出的任何信息，無論是什麼，他都受用，都喜歡。你注意休息，按時吃飯，出門注意保暖。說着，白啟遠塞給他一個信封。你怎麼又給我錢？我不說不用了嗎？就當是我買你的時間，你少接點工作，多休息。唐玉成還是把信封遞了回去。你放心，我本來也是這麼打算的。那就好。白啟遠停頓了一下。你之前和之後拍的照片什麼的，能和我分享一下嗎？當然可以，只要你想看。怎麼會不想看？攝影師很會拍你。白啟遠轉頭認真地看着他。玉成，雖然我之前沒怎麼當面誇過你，但你真的很棒，加油。真的？唐玉成漆黑的眼眸瞬間亮了起來，能得到白啟遠一句肯定，哪怕就短短幾個字，於他而言也是重若千鈞，輕易就能點燃了他心底的那股勁兒。我說過，我一定會變得更加優秀，讓你為我驕傲。我相信你，只要你想做成一件事，就一定可以。我的夢想不多，其中一個是你，而你是我最沒把握的那件事。我會經常來看你的，不會像以前那樣。白啟遠溫聲道。好啊，隨時等着白教授來檢閱。那我走了。進去吧。唐玉成拎着包下了車，固執地站在校門口，目送白啟遠的車消失在視線盡頭。他轉身走進校園，沒直接回宿舍，而是徑直去了操場後方的秘密基地。但現在那裡已經不是他一個人獨有的了。他剛拐進去，就看見方卓和陳野正膩歪地抱在一起，耳鬢廝磨。唐玉成故意重重地咳嗽一聲。我說你們倆過分了啊，這是我的地兒，要抱的話自己找地兒去。唐玉成，你回來了。方卓臉一紅，趕緊推開陳野，一副被抓了現行的局促模樣。瞧你這害羞樣，跟個小媳婦似的，怎麼這麼可愛？陳野無視唐玉成，調侃道。我說我還在這兒呢。陳野挑了挑眉，語氣不容置喙。不要以為你是年級第一，老師手心裡的寶貝，就走哪兒都想當焦點。看見了別人親熱，就當沒看見，閉上嘴安靜點，走開不就得了？這兒是我們先來的，怎麼也得講個先來後到吧？就算按投票也是2-1。你個煙鬼，單身狗，別在這兒妨礙別人幸福了，哪涼快哪待着去。能讓唐玉成吃瘪的，放眼全校也就陳野了。一下子被人貼滿的標籤，唐玉成有點茶壺倒餃子，有嘴倒不出。好好好，你們戀愛狗是真行。說着，唐玉成氣呼呼地把手裡的書包甩到身後，轉身朝宿舍樓走去。日子在飛快流逝，天氣一點點熱起來，校園裡備戰高考的緊張也在這種燥熱中被放大，像空氣中的熱浪一層一層壓下來，讓備戰的學子們有些喘不過氣。長根叔最近經常打電話給白啟遠，詢問唐玉成的情況。白啟遠只跟他說唐玉成的成績很穩定，卻隱瞞了他一邊學習一邊工作的事。不過白啟遠也清楚，他早晚會知道，只是時間問題。這段時間，白啟遠確實也按他之前說的，隔3差5的就來學校。他暫時放下了心裡的那些疙瘩，開始密切關注關於唐玉成的一切。唐玉成上了雜誌，他就會去路邊報亭買一本收藏，偶爾在路邊的海報上遇到那張熟悉的臉，他也會駐足良久。不過為了迎接最後的衝刺，唐玉成還是刻意減少了工作量，想最後再沉浸地感受一下這獨有的高中束縛感，給自己的高中生活畫上完美的句點。高考最後幾天，學校放了假，學生回了家。白啟遠這2天也專門跟系裡請了假，並推掉了所有應酬，專心陪唐玉成度過他人生的這個重要時刻。唐玉成很高興，一是因為白啟遠天天陪着他，二是因為他隱約感覺到高考結束，人生將跨入一個全新的階段。更確切地說，他即將正式踏入大人的世界，到時候他終於可以以一個對等的成熟的模樣去面對白啟遠了。